现在出发，前往北极圈。我们现在进入了北极圈，这里是北纬66度33分，我们现在正式进入了北极。从这个地方往里面走，就属于北极圈的范围。北极圈也是极昼和极夜现象开始出现的界限。北极圈以北的地区，在夏天呢会出现极昼，在冬天呢会出现极夜。纬度越高，出现极昼、极夜的时间就越长。北极点附近的地方，一年有近一半的时间是极昼，另一半是极夜。圈内靠近北极圈的地方，只有几天的极昼、极夜。那我们现在昨天在姻缘的时候，晚上12点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天还是亮的，一直大概是1点多的时候才完全黑下来。今天我们到Inuvik看看会怎么样。像瓷砖一样。哇，有人还可以跑，说明还可以再登5000米。1, 2, 3。西北地区的省界，我们现在进入西北地区 （Northwest Territory）。西北地区是加拿大北极的一个行政区，也相当于一个省。面积约117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我们中国面积的1/9，人口呢约5万人。首府是黄刀镇。自16世纪欧洲人西渡殖民美洲开始，西北地区呢一直是属于哈德森湾公司拥有的。到1870年，加拿大联邦成立，该公司把西北地方转让给了加拿大政府。那我们今天晚上住宿的地方是第2大城市伊鲁维克，也都是处于北极圈内。他们纺织的，看看这个老太太长得跟我们华人很一模一样，基本上是这些人。这个是他们的皮毛帐篷。是的，应该等几分钟就会过来。我们的摆渡船已经过来了。对面有一辆车。我们现在坐渡轮过马根歇河。据说马根歇河在冬天是完全结冰冻住的，车子可以直接开过去。他们这个渡轮只开夏天，冬天就会停运。那我们等一下过了马根歇河，会到旁边一个原住民的小村庄去看一下，那边有一座教堂比较著名。来到了这个小村庄，这个小村庄还有一点历史。他说1868年，这里有一个神父
始了它的前面右边嘛。开车下去吗？右边。右边。前往直行。往那儿走。直行，对，直行，它在河边。这是这个小镇，那房子其实都还搞得不错。这里这是一个 greenhouse 啊。这是天主教堂。Jack Park， 爬到这个瞭望台上，大概有3层楼高，去看看。过来看日落，这个是镇西。我们现在在Nova Inn check in。最近这里有一个灰熊。在 Uniweek 的这天晚上，我们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极光。一般看极光的时间大概在晚上的2到3点钟，有的时候12点多也可以出现，取决于当时的天气状况。据旅行社的人介绍说，通常在8月15号以后就是极光的爆发期。那如果天气好，天空要没有云，再选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，就可以看到极光。没有看到北极光以前，我们一直以为北极光一定是在北方先出现，那我们就一直在北边找啊找，结果没找到。我们都快要放弃的时候，我猛一回头，看到天空顶上面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光线。后来才发现那个极光是从那个地方出现的。那极光看到的感觉就是它有的时候如果特别强烈的话，就是整个一大圈围绕着你的头顶，就是围绕着头顶这片天空，像波浪一样，有的时候又像那个光线在跳舞，看起来就像天使来临之前那种想象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的颜色呢，其实它的色彩看起来是没有摄像机拍出来这么深的，因为它是比较偏白，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绿色的、红色的、蓝色的一点点。但是呢，它的
整个的形状会比我们拍出来更震撼一些，范围特别宽特别大，就是整个天空看起来都像是光在跳舞，特别震撼。